盒子之外，跳出盒子看世界。今天我们来聊聊 MBTI 16型人格中的 ISTJ 类型。ISTJ 倾向于从内心世界获取能量，偏好独处，观察世界上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并客观地做出决策。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计划、流程和秩序。如果把发散性作为衡量 MBTI 思维的一个尺度，那么 ISTJ 的4个维度就是完全收敛的。第一为内向，能量向内流动；第二为感觉，关注真切的感官产生的信息，而不是非五感的直觉；第三为思考，冷静客观，不带感情色彩，因而减少了感情面向他人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第四为判断，喜欢归类和条理，拒绝开放性和混乱。这些维度组合在一起， ISTJ 会给人一种异常踏实的感觉。我们上一期讲过 ENFP， 并提到从概率上讲，这种类型大概是最3分钟热度的类型，而 ISTJ 和 ENFP 的每个维度完全相反。 ISTJ 特别喜欢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喜欢从事高重复性的工作，比如一个安全工程师反复核查生产线上的每个环节是否符合安全标准。重复中 ISTJ 会感觉踏实安全， ISTJ 一点都不会觉得重复性的工作枯燥。相反的，在确认一切符合流程和标准的过程中， ISTJ 感受到的是成就和满足。 ISTJ 是16型人格中最具有工匠精神的类型，也是最以工作为乐的类型。在耄耋之年还在工作并且乐在其中的，那么有很大概率他就是 ISTJ。 大多数人对工匠精神可能存在的一种误解，认为工匠是苦的、无聊的，要和寂寞做斗争的。但其实一个好的工匠可能并不会觉得自己苦，反而在经年累月的重复中感受着一种别样的喜悦。在他人眼里看来，岁月的累积使这种坚持甚至有了某种禅意，而在 ISTJ 眼里，这个过程是自然的。我们听听日本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和天妇羅之神早乙女哲哉是怎么说的。っていうんであればやめなきゃならないし、で85になってまだ働くって、それは働かなかったら退屈で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ですよ。追い出されますよ家から。如果了解股神巴菲特的工作方式，其实会发现巴菲特也是那种把简单重复做到极致的人。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其实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白，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巴菲特每天要读500页的材料，包括报纸、财务报表、研究报告等等。巴菲特这样坚持了将近70年，而且按照巴菲特自己的话，自己每天是拎着公文包，哼着小曲，踏着舞步去上班的。股神只有一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可以想见，如果让一个王尔德式的 ENFP 按照巴菲特的方式工作，估计没过几天他就会喷出几口血来。ISTJ 的成功哲学是长期主义，除了巴菲特，曾经的世界首富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德拉也是 ISTJ。 他不是扎克伯格或者埃隆·马斯克这种天纵英才式的企业家，他做的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挖深挖宽护城河，宜家一点一点优化客户体验，加快送货速度，并不断降低价格。这种以慢打快、日拱一卒的方式构建出的竞争力是非常难以撼动的。在生活当中， ISTJ 非常朴素，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朴。他们很少赶时髦，追逐新潮，很少在乎商品的外观，买东西在乎的是性价比和耐久度。不同于很多人喜新厌旧， ISTJ 有喜旧厌新的倾向。他们不喜欢使用经常要更新换代的商品，喜欢买一个手机然后用好多年。以巴菲特为例，他用了多年价值$20的三星翻盖手机，直到2020年初才换了苹果手机，而且还多次表示自己用不习惯。虽然他自己持有5%的苹果公司的股份，这些股份价值700亿美元。You know, you've always said that you're not a technology investor, and now when you start looking through the holdings. So I'm not a technology investor. Wait, they can't hold this. Hold that up higher. They can't see it. That's your There's a vast untapped market out there. I mean, 86-year-old guys who haven't got it yet. ISTJ 不喜欢变化，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老派作风，是社会传统价值忠实的践行者。ISTJ 的政治观点偏保守，是右派的中流砥柱。他们坚信工作和家庭是最重要的。ISTJ 们尊重事实，不喜欢做假设，会根据环境和事实做最优的决策。
因为数字往往能够传递最准确、最客观的信息。STJ 一般都喜欢和数字打交道。STJ 对枯燥的、无规律的信息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们的脑子里储存着数量惊人的事实和数字，这来自于他们发达的感觉功能 S 和向内流动的能量。这里的例子还是巴菲特，他太优秀、太典型了。巴菲特小时候喜欢玩记车牌号的游戏，街上跑过的车辆，他能很快地记下车牌，而且很久都不会忘。他还曾经看过一眼美国年鉴就记住每个城市的人口，让考他的人惊掉了下巴。说到 STJ 的缺点，可能说到这里已经比较明显了，比如说有时过于僵化，缺乏生活趣味，对微妙的人际信息缺乏敏感，对创新有时会抵触等等。但是优缺点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同一个特点的两个面向，有时候优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毕竟有谁会觉得巴菲特不会用苹果手机是个缺点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盒子之外的节目，欢迎订阅，也欢迎转发给可能喜欢的朋友，让我们一起跳出盒子看世界。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